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的生活记录频道。我是艾尔文，我是51，你干嘛一直慢慢拍啊？因为很开心，兴奋吗？对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3号，我跟51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圆梦之旅。对，真的是圆梦之旅，真的是圆梦。我们讲了大概10年要去冰岛，我们终于要去了。那这次我们会是去伦敦跟冰岛2个地方一起玩。那主要是以冰岛为主啦。那伦敦的话，就是会有1天半的时间在伦敦前面，所以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逛一下伦敦这一边。那这一次要送我们到伦敦的航空公司是新加坡航空。为什么会搭新加坡航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便宜。不是因为它是全世界前几大吗？我记得它还要排蛮前面的。新加坡航空是全世界目前2023年排名第1名的航空公司。有到第1哦。第1名，他赢过卡达那些。他把卡达航空挤下去，卡达航空现在第2名，他是第1名。对，所以我自己也是蛮期待。当然，我们的考虑因素还是价格，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华航啊、长荣这些要飞到伦敦，当然他们会比较方便，好像有直飞的，我记得，但是价格就比较贵。那这次我们买到的机票价钱是39000一个人，对，39000来回一个人。那必须要妥协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到新加坡去转机，所以时间上面会多几个小时啊。但是因为帮我们省下了比较多的钱，所以我们觉得可以接受，而且也可以搭一下我久违的新加坡航空。而且它转机时间没有很长啊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它直接有点像是无缝接轨，甚至你可能到新加坡机场的时候要小却步，赶快跑过去一下下。所以今天算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第1集的 vlog， 然后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新加坡航空。虽然不是商务舱或头等舱啊，因为很多人会排新加坡航空的头等舱，但是对不起，小弟真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。有人派新加坡航空的经济舱吗？好像蛮比较少。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就只能够排经济舱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过我相信应该还是算是值得分享的。那今天会有2段的航程，第一段是从台北这边是 SQ879，从台北桃园机场搭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那接下来我们会有第2段的航班，是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飞到伦敦那边去的。总的飞行时程会长达大概18个小时左右。我们先来分享第1段的航程。搭乘新加坡航空从桃园出发到伦敦，时间还蛮好的。下午5点35分的飞机从桃园机场出发，可以搭乘捷运前往机场。凌晨5点55分抵达伦敦，可以直接开始第1天的行程。那新航它在桃园机场这边是固定在第2航厦的6号柜台报到，有提供网络报到的柜台，建议大家可以先进行 online check in。那我们是在春节的前1周出发，人潮算蛮多的。那也会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搭乘新航的话，可以去下载他们家的 app， 它的界面算是所有航空公司当中数1数2好看的，它也会把重要的资讯，像登机门啊，或者是转机相关的资讯推播到手机上面去。那这一次的登机门是在 D8， 搭乘的班次是 SQ879， 飞机是5年机龄的波音787-10 Dreamliner， 出发喽！为什么他们那边没什么人不走啊？那边是商务跟头等舱，你有本事走吗？我又误会什么了吗？登机的时候，在飞机的门口这边，他们有放置耳机，采用自取的方式。这个是入耳式的耳机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可以转成3.5mm的一般耳机。飞机上面也可以直接用3.5mm来去连接，所以他们也鼓励大家可以留着继续使用。那它也适用于 A350 还有 A380 的客机，不过音质和被动降噪的效果就……我还是会建议大家搭乘没有蓝牙娱乐系统的飞机，带自己的耳罩式的降噪耳机，连接飞机的娱乐系统来去使用。一上飞机就会看到新航空姐的招牌巴蒂制服，并且是笑容满面的迎接客人。即使是经济舱哦，第一印象非常非常的好。5岁的飞机感觉很新很干净。经济舱的座位是333分配，那靠走道这边的椅子它是一个青蓝色的，非走道的椅子是灰色的。那我们这一次选位选的比较晚一点哦，选到了最后一排的位置，位置上已经摆放好了枕头还有毛毯哦，不用去跟空姐说去。那枕头的质感非常好，很亲肤，毛毯就稍微比较一般一点点。头靠垫是可以调整高度还有夹角的。在椅背上面，它的分层非常的多。上半部这边除了萤幕之外，它还有小的置物空间。这个置物空间里面，它还隐藏了一个小夜灯的功能。那上面还有服务铃、耳机孔、USB-A 的充电接口，还有水杯架。那中间是折叠桌，也是那一场小惊喜。里面竟然有一面镜子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。下方有3个口袋的夹层，
那这里可以看得到我身高178公分嘛，那膝盖距离前方的座位还是有一点空间感的。再来就是它还会提供国际插座来去做使用，3个座位共享2个插座。如果要说可以更好的地方，我会希望他们可以提供蓝牙耳机的连线功能，以及 USB-C 的PD 快充，毕竟这就是现在的3C 科技的趋势嘛。娱乐系统的部分，这块荧幕算是清晰好操作的，荧幕的角度可以很大幅度的去进行调整，不会因为前方乘客的椅子的角度视觉受到影响。那它的 UI 设计也都很现代，除了各种电影、影集、音乐之外，也有提供新闻、体育台这些频道的电视节目观看。那电影的话，我觉得选择性算是多的，各种语言啊，漫威系列比较新的，像《惊奇队长2》啊、《奥本海默》这些都有，经典的《哈利波特》也有好几集。那这里又有一个小惊喜，也许是因为我们搭乘的时间是临近春节了嘛，他们有特别准备的一些贺岁片跟大家拜年，贴心。还有一点很加分的地方是，你只要有加入新航 KrisFlyer 的会员，经济舱也能够免费的去使用网络。虽然说只能够简单的传送文字啊、简讯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，至少我还可以看小说。面包没有加热，先扣分。餐点的部分，我们这段航班它有2个选择，我们都没有预前先去订它的飞机餐。第一种就是鸡肉配炒饭，那个鸡肉有一点像是叫什么糖醋里脊还是什么？对，这个还蛮好吃的，酱汁做得非常的好，然后鸡肉也很嫩。然后另外一个选项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这一排，看。直接收到厕所的声音。第2个选项就是马铃薯鱼佐番茄酱，但是这一道菜就真的是比较不符合我们2个人的口味，所以哦耶 ，Thank you。我刚刚才要讲说我也这样讲。哈根达斯的冰淇淋，我刚刚才在想说，其实它的整个 set 一上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单调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沙拉，像芹菜这样子的，然后里面是杏鲍菇，还有什么花枝啊？对，我都不敢吃。然后一个面包，那面包是没有加热的，然后就感觉好像少了甜点的感觉，好像少了很多空格。对，就好像空空的这样子。就原来他们的甜点是哈根达斯冰淇淋，但这个是草莓口味的。我爱呀，只是你不喜欢的，你比较喜欢巧克力口味的吧？哦，对，这到底有多少人要上厕所啊？吃完就要尿尿了。3点你可以几分？1到10分？我觉得鸡肉可以7分啊，鱼肉的话3分。不得不赞叹的还是新航的服务，他们有维持机上有提供湿毛巾、小零食的服务。那所有的空服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，永远都面带笑容，很从容不迫、很自信的服务、应对、聊天。他们真的没有一刻会让乘客觉得说有职业倦怠感啊，或者是我很忙先不要找我等一下我们这边人力不足，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。新航真的是近几年我搭乘的航空公司当中，连经济舱的服务都做到最好的一家，这一点是必须给予肯定的。Thank you. I hope to see you again. 嗨，新加坡。又来了啊！上个月刚见而已，这样是很不稀罕的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啦，因为下个月还要再来。而且这只是转机一下子而已。真的是不得不说，原来这就是第1名的航空公司啊！有感受到第1名的航空的感觉吗？其实有硬体很强，服务真的很好，真的是一丁点的职业倦怠感完全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以前对于空服人员的印象，都是长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只有一个缺点餐饮部分。但说真的，餐点就是见仁见智，饭很好吃，那鱼真的就是不太行。至少不合我们的胃口。对，至少不合我们的胃口。但至少我们第1段的航程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人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，我们已经走到下一段航班我们要达成的地方了，就是在第3航厦的 A4 登机口这一边。哇，很热。对，超热的。接下来是第2个 part， 我们要坐14个小时的飞机，真的长途所以接下来第2段航班就是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飞到伦敦的 LHR 机场。我们搭乘的航班是 SQ322。刚刚我们坐的是波音787嘛，那现在要坐的这个是 Airbus A380-800。一样如果有需要耳机的话，这里可以索取。A380双层巴士，所以我可以上去了吗？你没有资格，不好意思。坐最后一排，
后面不会有人踢你的椅子，后面还可以做伸懒腰，有没有？其实说真的，在经济舱的感觉，除了座位变成了3x3的分配之外，在硬体规格上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同样的布局，同样的椅背格局，信航他们应该是有在要求说要有一个统一性这样子。那也都会提供湿毛巾，但是它没有过夜包，虽然是长程的飞机。那如果有需要刷牙，在厕所里面他们也提供牙刷。那当然不变的还有他们优质的经济舱服务。半夜的时候他们会巡逻，如果有看到客人醒着的话，会主动的询问说，需不需要喝一点什么啊，或者需要零食吗？那我的 WiFi 在这个长程的旅途当中就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，那他们也都会帮我处理到好，给我一组序号来去上网。这个是第一套的飞机餐哦，这一次的面包就有加热了。新加坡公主做的餐点也算是有自己的特色的，包括了像苏打饼然后他们的切山牛油这些也都比较不一样。那正餐我们是点了炒面，另外一个我忘记是什么了啦。但整体来说，我们都觉得不至于到惊艳，但是还蛮不错的就是了。我们在1个半小时吧就要抵达伦敦了，这个是我们在飞机上面的第2个餐点，应该可能可以算第3个餐吧。因为第2餐是在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差点错过了，还有给那个三明治，他们家三明治可是它是一个鸡肉卷，还不错吃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下飞机前的第2餐，这是第2个正餐，坐最后一排嘛，因为有一些他们是从后面开始服务到前面，有一些是从前面开始服务到后面，所以不巧的，我们刚刚好就是最后一排的时候，刚刚它的餐点原本是有一个是椰浆饭，就是新马的传统食物我是吃的很习惯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西式的，是蛋跟香肠这样子的，但是刚好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蛋跟香肠就没有了。但是你知道，我真的有感觉到新航的服务态度真的超级无敌赞。像他跟每一个客人在解释说那是冷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外国人就跟他们解释啊什么的，面带笑容，随时态度都超级无敌好的，然后也会跟客人稍微聊天一下，不会过于自私或拘谨，对，你也不会觉得太客套。对，那我就觉得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很从容的，没有很赶时间的，很赶来赶去，冲忙这样子，像那个，不要这样。在飞机准备降落之前，我们的习惯动作就是先把 SIM 卡换成当地的。那这次我们选用的是祥益通讯的欧洲跨国旅游卡 Orange Holiday Europe 30GB 14天的版本，就刚好符合我们这2周去伦敦还有去冰岛的行程。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换 SIM 卡了。那我自己是选择 eSIM 版了，所以我是在台湾这边就已经设定好了。这一次使用完了之后的使用心得是，去欧洲选择这一张就对了，非常的推荐，稳定、好用、快速，有5G， 可以直播。可以通话，我会把资讯放在叙述栏位这一边。如果有需要去欧洲旅游的观众，欢迎参考看看。Hello London， Hello London， 空桥，Hello London 的空桥。整体来说，新航1到10分可以给几分？我很想给到9.5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真的是一切都很完美。就顶多就食物不是对食物比较不符合你的口味以外，一点点啦。其实像炒面还有椰浆饭，其实也都很好吃。整体来说，我现在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第1名的航空公司。而且你看，第1名就真的是经济舱都可以让人家有一种宾至如归。对，它不管硬体还是服务，真的都是没话讲。对，真的不管硬体还是服务，完美 ，perfecto。好有伦敦风的感觉哦，真的哎。炸鱼薯条 ，It's now closed， 它已经关了，它已经关了。我明天如果真的要的话，明天可以抓时间来。我明天到底要去多少次？